终于见到你了，却是在停尸房。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本次列车全列禁烟。下一站北京南站。12月25号，我终于结束了在上海的22天的隔离生活，然后呢，乘坐高铁回到了北京。其实，在高铁的路上呢，我是内心比较平静的，甚至还有一点小激动，因为当时是我第一次乘坐高铁，然后看各方面都比较新鲜，而且速度确实是比较快。然后我以为当天呢就会很平静的度过，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那从我下车之后到这个单元门口，我就意识到了，其实我的心情就已经开始波动了，并不像我路上那么平静了。然后呢，我就坐电梯，然后呢，当电梯到了我的这个楼层，这个电梯门开的那一刹那，我看见这个我小舅妈是在这个我们的家的门口敞开门在等我哈。然后呢，我就跟她拥抱了一下，然后再进门看见我小舅在家里等我，我一下子就崩溃了。这是我第4次崩溃大哭的那个时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每一次回国呢，都是我姥姥像我小舅妈一样，就是先敞开门，迫不及待在那里等迎接我的这个电梯的打开哈，然后我妈在家里等我。但这次回来呢，因为两个人先后去世，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情景就是借着我小舅妈小舅的这个身体又重演了一遍，然后让我觉得真的是很崩溃，很像一个电影闪回一样，你知道吗？而且家里的家具啊、摆设呀、都没有变，然后他们的用的东西什么的都就完全就是跟我印象中就是一样的，你就觉得那个人都还在呢。但是这个没有这个像电影那种梦幻的奇迹的发生哈，就是人确实是不在了，所以当时我一进来以后我就崩溃了，就特别崩溃的大哭。我说了什么？我可能也说了很多话吧，但是我现在唯一记住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我很遗憾，我救不了我妈。我们使了很多的方法，然后呢，我也各种祈祷，各种的这个我尽量做的我都会去做，会去尝试，但是最后既然是这种结果吧，反正当时就是一个很不平静的一天。然后就在我回北京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号，我们联系了这个八宝山的工作人员，然后请他们呢带我去这个临时的一个停尸房，然后去看我妈一眼。然后当我到了以后呢，这个确实是就像一个个小隔间一样，像抽屉一样。然后呢，那个工作人员呢就把我妈的那个抽屉打开，然后呢，我就看见她的这个人的身体，这个就是头嘛，然后这么拉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他们就是说，就是可以让我跟我妈说几句话呀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就是会说这个有一点小激动，但不是说特别崩溃哈。我就跟她说我回来了，我来看你了。然后我有点忘了我说了具体的是什么，但是确实是心情很复杂。然后一方面觉得说这一回我终于赶上了，因为我姥姥姥爷去世就完全没有赶上，就等我回来，这个人都烧了哈，都成骨灰的状态了。但是我妈这回呢，我还是比较庆幸吧，就像我上一期说的似的，老天爷给我们一颗甜枣，然后再抽我们一个嘴巴这种状态，就是说还是让我看到了，但是这个我妈已经去世，躺在那里的那种状态，她也不会跟我有什么回应了，所以当时的心情其实是特别复杂的。但其实当时我的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理性的，因为我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说我这次回来，既然能有幸看到我妈，我来给她办她的后事，把她顺利的送走，这是我唯一的目标。所以当时没有说太难过、太情绪化、悲伤的那个时刻哈。然后我们就跟这个八宝山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呢，去这个完成一些流程上的东西，因为第二天呢就要这个举行这个遗体告别火化的这个仪式，然后有一些细节呢需要去确认，比如说挑了这个骨灰盒，然后呢，比如说第二天的这个殡仪馆的摆设花圈
还有这个花车的这个设置，还有包括它铺的盖的，反正就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我去定嘛，然后也包括这个说时间呀，还有说后续有一个什么样的打算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时间呢，就来到了12月27号，我妈火化的那一天。然后呢，她是当天的第二场火化。然后我们在早上的8点半举行了这个告别仪式吧。然后我确实，其实我在这个最早的一个视频里，我有说哈，就在当时举办仪式的时候，让我说几句。我其实也没有写什么稿子，没有准备。但我当时确实在他的灵堂上也有跟他讲说，这个，你这辈子其实活得挺辛苦的，也挺波折的吧，反正就是，我呢就是有这个频道，所以我就说我要这个录一些视频，就像我现在正在录的这个视频系列一样，叫再见妈妈，然后我要来纪念你，然后呢分享一些故事，然后也有一些我想说的话。火化完成后的下一个步骤呢，就是需要跟这个八宝山的工作人员来确认，说你下一个步骤想怎么做。因为他们那边呢，其实是提供临时存放这个骨灰的一个服务的，但是就是说，无论我们说这个入土为安也好啊，还是说实际操作上，你不可能说一直放在那里，对吗？所以你需要说尽早的去确认说你下一步想怎么走，无论说你是要买墓地吗？还是说你要这个取走，让这个别的机构交给别的机构来做，还是说像我们这种情况，你选择了这个海葬、生态葬的这种方式？反正就是说，虽然不是很紧急，但是也是要跟他们说一下你接下来的打算。那当时呢，其实我的这个决定是很快的。这个，因为当时我妈生前的时候，我们就有讨论过这件事情，我们都认为这个说没有必要去买一个墓地。呃，因为第一点，可能这个我跟我妈比较像吧，我们都不是一个愿意欠别人，或者是很麻烦，弄一个事儿很麻烦，或者欠人情还人情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不愿意麻烦别人，因为你想买墓地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然后你需要挑这个你想埋在哪里，北京也有不老少的这个墓园哈陵园，还有就是说这个哪儿还有位置够你去买的，因为我妈就是一普通老百姓，因为我姥姥姥爷是埋在了八宝山的这个革命公墓了，其实不是埋在，是放在革命公墓了，就是一个小格子里面。不是那种墓地墓穴的那个形式哈，就在墙上的那种，小格子里面。所以就是你得看你这个级别，如果你是普通老百姓，那你就给去各大的园区去找有没有位置，因为现在这个整体的人都是比较多，那死人呢也是比较多，所以这个墓穴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所谓稀缺的资源，还是比较紧张的。那第二点呢，其实我在这个最早的视频我有稍微提过一句，就是说我妈其实是一个单亲母亲，就是我跟我妈这个从小这个相依为命长大的，然后我觉得，呃，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修一个墓地的话，那你肯定是想着说有人去看它，或者是有这个需求嘛。那我没有这个需求，而且我不说我们家任何一家人的这个子女，也许会去看，然后呢，你也许还是要继续再续这个墓穴的这个期限的，因为可能你买一次是不是20年，它并不是永久的。那如果这个子女辈死掉以后，这个孙子孙女辈，假如说也是很孝顺的去看，那你再往后会有人去看吗？所以我就觉得，最终也许买墓地的那个最终的结果，也是就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滚动，那也许这个墓地的这个死者就是越来越会被人遗忘嘛，因为就没有人认识你了，或者你的那个后辈们，也许就确实是他没法办到，就是说我每次还要给你去扫墓的这个形式的东西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遵从我妈生前的那个想法，就是说她本身也没有想要墓地，所以我就是当时也在跟这个八宝山的工作人员问哈，说有没有这个生态葬、树葬或者是海葬的这个选项。那最终呢，我们就选择了海葬的方式，但是这个海葬其实是国家鼓励的哈，但是如果你要是等这个国家，大家一起的去组团去海葬呢，
我听到的这个信息是说要等到大概1年以后，但是我不想让这个事情一直拖着，这个一直没有了结，这样的话我的这个人生也很难往前继续走哈。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自己，就相当于有一点这个 VIP 的这种形式，就是说我多花一些钱，然后呢，这个我们自己去，就我们这一家人去，然后我们自己去撒就好了。那在选定了这个海葬的方式之后呢，就要跟八宝山的工作人员来确认说，你的这个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因为我们毕竟选择了这个所谓的 VIP 的服务，就是我们包车包船，那就我们可以完全的来控制说我们到底想哪天去。那这个海葬的地点呢，其实就是离北京最近的天津的这个渤海，然后最终我们去的是一个叫塘沽的一个港口哈。那这个时间上面呢，我觉得也有点这个命运的安排，因为当时我们火化的时候是12月27号，那离我妈的生日1月7号已经很近了，对吧？所以我当时呢就跟他们这么说了，我就想在我妈本来应该是她64岁生日的那一天呢，我们进行这个海葬，那这样呢也稍微有一点这个意义的这种感觉吧。所以当时呢就决定说1月7号我们这个先开车到了这个港口，然后再坐船，然后呢到一个他指定的这个区域，我们进行这个海葬的仪式和这个最终海撒的这个过程。那么到了1月7号海撒的那一天呢，其实我的内心呢就是比较平静的。我一直在想的就是一个信念，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说要把我妈这个平安顺利的送走，然后呢完成这件事情，把这个最后我能给她做的这件事情呢顺利的完成了结了。然后呢，再说以后我到底怎么来去调试，怎么走我这个今后的人生之路哈。对，那当天呢，其实这个天气呢还是有点阴的，但是当我们到了这个港口，坐上船以后呢，就开始出太阳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自己安慰我自己，也是一个稍微比较好的一个寓意吧。对，然后呢，我们就拿着这个骨灰，这个骨灰其实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见过骨灰哈，但这骨灰其实并不完全是粉末状的。然后他们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有一大块就像这个头盖骨的一个那种感觉，就是说它是有骨头，也有这个灰的，也有沫沫的。那我们呢，当时就是按照他的这个步骤，先在这个船上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的东西，然后呢，再在这个船尾呢，他这个把这个骨灰袋儿打开，然后伴着这个菊花的花瓣儿拌到一起，然后呢，最终呢洒向了大海，也相当于这个我妈的这个事情呢有一个了结的这种方式。然后呢，我们也又撒了一些这个花瓣儿，有一个这种纪念的这种感觉吧。所以当天都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又说回我之前说过的这个老天爷有的时候是给我们一颗甜枣的这个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回来的第二天1月8号开始，天津就出现了这个 Omicron 的这个新冠的变种的感染的这个人员，那就一下子就大家又这个全程戒备的这种感觉了。因为我们虽然是北京和天津离得很近，我们当天就去，当天就回哈，但是也是要提前做核酸，然后来经过这个审核过了，然后我才能正常的入京。那我想说，如果要是我们选择1月8号或者之后去的话，第一，也许我们根本就出不去，或者说我们能出得去，但是由于天津的疫情的这个反复，我们也可能就回不到北京了。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说，哎呦，老天爷其实可能还是挺心疼我的哈，知道这个我的这个人生比较波折，还是对我这一点上面还是蛮好的，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那除了说这个海撒的这个时间，我们比较幸运哈，赶在了天津疫情反复之前就完成了这件事情，然后顺利的回到了北京之外呢，我还想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是让我特别这个铭记于心的哈，就是其实我回国这件事情，我并没有跟我所有的朋友讲，
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同龄的朋友呢，其实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就是大部分人都是结了婚有孩子，有的可能是不是都有2胎或者3胎了。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需要处理，然后也时间上面也不一定是很自由的状态哈。而且再加上我回国这件事情，这个最终是要处理我母亲这个后事的这一系列事情，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所以我也没有打算说这个跟很多人讲。然后我想的是说，等我这个心情平复了，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值以后呢，然后再跟他们联系。那这里面呢，我只跟我2个好朋友讲了。那这个让我比较这个感动的呢是。一个朋友呢是在我妈火化的那一天就很早的来到这个殡仪馆，然后我们会合，就是完成了整套，陪我完成了整套这个系列哈。而且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在这个灵堂上面完成仪式之后呢，我需要这个抱着我妈的遗像先走出来，然后后面的人呢来这个抬我妈的那个棺材抬出来，然后放到这个车上，然后再开到火化的地方。但当时这个人可能不太够哈，因为有一些这个亲友已经出来了。那我这个朋友呢就很当机立断的，就是说赶紧就是补足那个位置，就是帮着把我妈的这个棺材抬出来。这个其实我当时就完全我都看到了，然后也让我觉得，哎，我真是觉得有点亏欠，有点不好意思的这种感觉，因为他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他甚至也没有必要来陪我。其实我跟他们说的都是说，就不用非给来，一点都不会伤害我们的感情，反而是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有点这个，我不晓得，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跟我妈都不太属于那种愿意麻烦别人或者愿意，就是个欠人家人情，好像就不太愿意这样子，所以这个才让我觉得就是比较感动，就是可能这个是真的是一辈子的朋友吧，因为我是觉得说我们都出生在和平年代，你要真说生死之交，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没有这种生死之交的机会，对吧？因为我们就是和平年代长大的，但是能有他这样的朋友，我是觉得我的人生真的，我觉得我蛮欣慰的，愿意在我最难的时候陪着我。那另外那个朋友呢，是因为当时我只是说我回国，然后说我妈的情况不是很好，但是当时我妈还在。那在我妈去世啊、什么追悼会啊的时候，我就根本没有跟她讲哈，因为我不想让她替我担心，或者再多承担一份这个难过呀、悲伤啊什么的。但是他呢，在之后主动问了我，然后我又觉得说，我不想就是说骗他或者瞒他这样子，所以如果他问我，我就跟他说了。但当时已经这个我妈的这个已经火化完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我打算去海葬的这件事情，然后也跟他说了这个日期，然后他就说他必须得来，他必须得就是全程陪着我。然后，哎呀，我也觉得就是很过意不去吧，因为他也是结婚了，而且刚刚有小孩，小孩还不到1岁，还在哺乳期，就我就觉得有很多这个。其实没有必要，我也跟他讲这件事情，我说你不来一点问题都，而且我是希望你别来，就是说一点不会伤害到我们之间的感情。但是反正，怎么讲，反正大家都是成年人吧，既然他愿意，然后他也做了这个决定，那我觉得就是我就是感激的这种心态吧。然后当天就是她跟她老公，然后我们3个人，然后和一个司机师傅，这个我们4个人，然后开着一个车，然后就去了整个。但因为我们也是很长时间这个没有见面，没有聊天了，也没有视频了，因为你知道，就是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轨迹，包括他也成家有小孩了，其实时间是不太容易，就是说一叫就有时间的。所以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也有很长时间没有聊了，但是在那天去海葬的一路，我们都聊了很多，包括后来回来，我们又一块吃个饭，又聊了很久，就是这点还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我很庆幸有他这样的朋友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吧。这个也是我也不知道，我估计你们也不会看到这个视频，但是我还是想这个在这里面感谢一下我不止我这2个朋友了，就是我的所有朋友，我谢谢你们，还
爱护我、关爱我，然后我也希望在以后的这个生命当中呢，跟你们有更多的、更好的、更美好的这种经历，然后也互相这种爱都是相互的嘛。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友谊能继续下去，这样。然后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其实当时我妈还在的时候，我有问过她，其实我有跟她说过很多话哈，我也有问过她这类的问题。我说，因为当时我还在美国嘛，而且当时这个所谓的 Asian hate，就是说歧视亚裔，或者说对亚裔有一些很过激的行为或者事件的发生。我有问过她，我说那个如果要是我死在你前头了怎么办？就是说如果我不小心被某一个这个种族歧视者给杀了，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意外的事件误伤了，怎么办？因为当时确实在美国的时候有发生很多起华裔的或者是这个亚裔的这个很暴力的事件哈，而且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南加大的那个季欣然同学，他这个去世的这个时候，他的某一个照片，其实某个角度跟我有一点点像。其实当时我就问过我妈，然后包括其实后面我们也知道，这个芝加哥的有很多起这个直接跟中国留学生有关的这个暴力的事件的发生哈。然后呢，他说那个，那如果我先死掉的话，那他就不治病了，他就无所谓了，不管了，就属于这种等死这种状态了。所以很庆幸的是，至少，呃，还是他先走了，就是我活着，他先走了，而不是我先走了，他还活着。而且他这个生前也确实知道了我那个平安从美国回到了中国，在上海隔离当时的那个状态，对，所以这一点上面，哎呀，我也不能说，我只能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人生故事当做一个剧本的话，当然会有更糟糕的剧本的那个走向，但我只能说，我很庆幸的是，现在的这个剧本的走向呢，至少不是那个最糟糕的，当然显然也不是那个最好的版本，对吧？那之后呢，其实我也有问过，他这个假设性的问题，我有问我妈，我说这个，那假如你死了以后，你想我怎么办？我说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说要不你就也把我带走吧，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超能力的话，你正好咱俩就一块走也行，我觉得搭个伴儿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也记得他跟我说，他说当然不要啊，我当然希望你要好好活着呀。他就那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把我这个养大成人了，而且现在也比较的独立自立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说他的人生的一个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有说过呀，他就说哪怕就是我妈自己说，哪怕他去世了，也希望我能好好活着。但是妈，我真的有一点点这个抱歉吧，至少这段时间我确实过得比较辛苦吧，确实是，呃，这个后坐力比较大。这个我也不想就是说假装我很坚强，我确实是受到的打击比较大，然后。情绪波动很大，应该说对，而且，嗯，我再多说一句吧，这个春节过得很特别，但是很平稳的度过了，我只能这么说。但是就会觉得说，其实以后再过什么节，好像我都其实没有那么大所谓了，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但确实是一个，嗯、很大的一个人生的考验吧。对，我只能这么讲，因为我不想说的很负面，而且，也不应该那么负面了。这个理性上大道理我都懂，只是臣妾做不到，有很多的时候确实是很艰难吧。有一点是上一个视频我忘了说了，就是当时在我妈这个去世，她是12月23号凌晨去世，但是在12月22号的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也就是大概晚上9点半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的床整个平移了一下，就好像有一个人大力的推了一下我的床一样，就是特别的明显。当时我以为我妈来了，我以为
真的我妈的灵魂来找我，就是想跟我说一些什么。然后当时我的反应，我并没有害怕，因为我想的是那是我妈，我有什么可怕的？然后呢，我就有冲着这个空气喊，我说妈妈，我说你回来了吗？我说你来找我了是吗？我还有问呢，那当然显然是没有答复哈，没有回答的。但之后我才知道，说当天呢，其实是在江苏的常州发生了地震。那上海呢，也是有很明显的震感的。那显然那一下，我估计就是震感嘛，因为我当时在酒店隔离，是在这个最高层8层的这个房间，所以我估计就只能是这么解释嘛，那就是我那个震感给我这个突然床哐一下就是这样平移了一下。所以这个确实好像也是我可能想太多了吧，对。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吧，就即使我当时已经回到了北京，但是如果你要是无论是看我妈还是你真的是有病人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如果按照流程来讲的话，你是不能去探望的。其实说的残忍一点，就是说，要么这个病人康复出院了，那你就能见到你的这个病人了；要不然就是这个病人死掉了，那你的亲人必须要进到医院里头去做一些这个事务性的或者签些字呀，有些流程性的东西，对吧？那只要不是他在抢救，或者说他就是在住院的状态的话，疫情条件下面也是，那我只能说规则上是不允许这个亲属是这样就随意的出入医院的探望病人的，这个是不允许的。疫情的这个大环境下面，有很多的事情都会改变，所以不止我们的这个小家了，我相信所有这个在这期间有家人住院需要这种探望的时候，可能你都未必能轻易的见到你的那个亲人，而且他们八宝山的工作人员，这个各个部门的人都是很专业的，然后他们也是很辛苦的、很认真的在负责这项工作哈。而且我这里面想提一点，就是说，当时跟我接洽的那个工作人员呢，他是96年的，他比我小好多岁哈。就是我还当时有小问他一下，我说你这么年轻哈，就从事这个殡葬行业哈，因为我以为可能这个年轻人会比较忌讳说这个行业哈，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专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生老病死，就是一个很专业化的、很流程化的、很标准化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也跟我说，其实他这个可能也许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这个，但是他学的时候就学的是这个专业，然后那工作那就是来这里工作。他虽然才20多岁，很年轻哈，但是就是一个工作嘛，就是一个专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而且他们确实做得很好，他们的流程交代得很清楚。然后呢，在专业之外呢，确实也有很多这种人情味儿，有这种人情的关怀，也让我觉得蛮欣慰、蛮感动的。